也是因为那个吴博士一直说到国外的戏剧如何，那个纽约如何，百老汇如何，然后那些什么外百老汇什么剧场如何，什么拉妈妈怎么讲越讲就越有憧憬嘛，然后所以就觉得这个表演一定有一个方法。看狗他在工作的时候，他的工作时间点是这个时候，到几点你不知道嘛，以至于呢你那个人保持的警觉度几几乎乎。你看，如果你4点钟回家，开车回去睡觉，你就已经天亮了，在睡觉。下午4点钟到那边，你2点钟就要出门了，你就是起来吃个饭干嘛，你就要走了嘛。所以等于你的生活有将近睡觉之外的时间都在这里嘛，以至于就变成说，好像你一直都在一个很安静的工作状态，他一直都在一个观察别人的工作状态，而就是脑袋看外面的工作状态，而不是在自己想自己事情的工作状态。因为你很怕你是最后一个人，还有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呢，也都不讲的，你就看到，当你知道谁是哪几个人是 leader 嘛，是带队的人，我就在那边看，穿鞋子，赶快去穿鞋子，穿鞋子就要到森林去了，然后就看，哎，脱鞋子进去了，赶快自己进去了这样子，因为他休息的地方就是有点像这样的，就是户外嘛，啊，之后就有一个谷仓，那在外面大家也不讲也不聊天，因为 Grotowski 不聊天。不跟我们产生工作之外的交流，非常非常奇特。Grotowski 做了浮士德，我在想用这个戏来练习怎么去做创作第一出戏，在那之前一出都还没开始嘛。但是呢，那之后我们就去了意大利了。从意大利回来之后呢，我承诺了这些人，所以我就带他们就排完了这出戏，所以他们就是优剧场成立的第一出戏。但是我做完之后呢，就被朱明德骂。朱明德一边骂一边称赞，但他骂的是说，就写那个影评嘛，剧评，他就说为什么做浮士德？难道因为Grotowski做了浮士德，我们就要做浮士德吗？他可是对台湾来说，浮士德是很遥远的。但是呢，创作的形式是非常精彩的，包含到我们里面的动作跟语言是很精简的，然后动作是为主的。很多人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戏的动作怎么那么？因为以前没有人用动作为主，因为Grotowski是这样，从忠贞王子开始就是这样。那我就很想要用那样的方式去编戏。这些人他们是在前面真的是打头阵。老黎如果不把舞蹈带回来，台湾不会有今天的舞蹈。相同的一样的道理，没有吴博士讲拉妈妈，我们怎么知道有纽约这些状况一样？所以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可以做的事情是，其实这些人是打前锋的人。他们打的前锋，在现在这个后面的时代人，他们一点都不用挑战就做到了。